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乌云之上有晴空。从前呀，也不是很久以前，富兰克林·麦克鲁门和贝斯·麦克鲁门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弗雷迪和艾希住在这间充满欢乐的小屋里。麦克鲁门先生喜欢家里干净整洁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各有其所，各在其位。他总是这么跟孩子们说。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他在茶室里阅读一个他喜欢的故事，沉浸在安宁的氛围中。麦克鲁门先生非常喜欢一切安好时那种流动着的友好气息。突然，弗雷迪和艾希打打闹闹，跌跌撞撞地进了房间。他们跑着，跺着脚，大声喊叫和埋怨。爸爸，他打我！艾希大叫。我才没有呢！弗雷迪叫着。我把果冻洒在你身上，我只是想把它擦掉。你太粗鲁了！才没有！麦克鲁门先生的餐巾和书都给撞飞了。旋风般的突发事件让他瞬间陷入了混乱之中。他没接住自己的咖啡杯，蛋糕也掉在了地上。哎呀，你们坐下来，孩子们，让我们整理一下自己。麦克鲁门先生说道。整理自己？弗雷迪气喘吁吁地问。我们是什么？难道是足球卡片吗？够了，麦克鲁门先生用了父亲有时会使用的严厉语气说道。他弯下腰收拾蛋糕的碎屑，用这样的方式来整理自己。不，他说，但是他说，这实在是太烦人了。你才烦人呢！收拾好碟子，清理完地板以后，麦克鲁门先生轻声地说道：过来，孩子们，坐到我的沙发旁边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。艾希和弗雷迪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父亲，他们慢慢地坐到麦克鲁门先生圆鼓鼓、胖墩墩的沙发旁边。原谅彼此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麦克鲁门先生面带微笑地问。弗雷迪的耳朵竖了起来。原谅他？没门儿！但是我没有让你原谅艾希。我这么做了吗？我只是问你，原谅彼此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感觉就像吃干泥香肠三明治，而且上面的裸麦粗面包还加上了芥末和洋葱。哦，是吗？艾希吼回去，就像摔倒在泥潭里，正好掉在一只又黏又滑的青蛙上面。麦克鲁门先生舒适地坐在沙发上，端起他的茶杯。还记得电闪雷鸣的时候去机场吗？他问道。看起来就像一整天都会下着暴风雨似的。原谅就像坐上飞机起飞，然后飞到乌云之上，直到你在巨大的白色棉花球一样的云上轻轻地弹起来，一整天你面前都是蓝天和太阳。这样去理解原谅，当你们原谅彼此的时候，你就上升到了比生气和大喊大叫更高的高度，就像飞机飞到了乌云之上，你的心会变得更加宁静和明朗。原谅啊，就像2只蝴蝶刚刚从黑暗的茧中孵化出来，一起分享一朵花，它们从茧变成了闪闪发亮的颜色。你知道
这种神奇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原谅就像这样，当你原谅了伤害你的那个人，你对他的看法就改变了。现在你看到了那个人身上的闪亮点。弗雷迪完全不这么想，这时候他觉得艾希看起来更像一个单调又无趣的茧，而不是闪闪发光的漂亮蝴蝶。麦克鲁本先生用他那平静的、令人安心的方式继续说着，原谅就像是熊宝宝在晚餐前把手伸到饼干罐里，而又大又强壮的北极熊妈妈抓住了它。妈妈纠正了宝宝的行为，但还是继续温柔地爱着他。不管熊宝宝做了什么，他都会用一个大大的熊的拥抱来爱他。这样来理解原谅，即使你不喜欢另一个人做的事情，你还是一直爱着他。原谅就像那天猫咪和狗狗横眉怒目的争吵咆哮以后，猫咪温和的分享，而狗狗优雅地接受了壁炉旁边那个温暖的位置。当你们原谅彼此的时候，你们俩都表现出善意，即使对方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赢得这份善意。当你们原谅彼此的时候，你们都会生活得很好。原谅就像脾气暴躁的红姜，在鱼的学校里丢失了全部的午餐钱。昨天红姜还抱怨过石斑鱼，可是甚至不需要他开口请求，石斑鱼就游过去给了他一些钱。红姜因为有了饭钱而非常的感激，石斑鱼则很高兴他能帮上忙。原谅就像一个慷慨的馈赠者，它融化了原谅者的心，也融化了被原谅者的心。原谅就像这样，你刚刚和朋友狠狠地打了一架，世界变得一片灰暗，布满了灰色的阴云。你走到外面开满野花的草地上，太阳正露出快乐的脸，你的朋友就在那儿，满脸笑容，希望你会过来。你们俩躺在草地上，仰脸看着棉花球一样的云朵，谈论着那次你们一起坐飞机的事情。当你们原谅彼此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到惊讶，因为你们俩都发现一片芬芳的夏日草地突然出现在你们的心中。原谅就像是……布鲁门刚要继续说，但是艾希和弗雷迪已经没有再听了。他们看着彼此，眼睛活泼地转动着，他们的微笑很甜美。他们知道一起好好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来吧，蝴蝶，让我们去外面玩吧。弗雷迪一边说，一边牵起艾希的手。你们不想再听下去了吗？麦克鲁门先生问道。他不喜欢还没讲完就要结束一堂课。哦，谢谢爸爸，弗雷迪说道。但是我们能下次再听吗？还有一片草地在等着我们呢。麦克鲁门先生同意了。在他去找贝斯之前，他还得在茶室里打扫一下卫生。他一向喜欢给那个房间留下整齐有序和平静安宁的感觉。毕竟富兰克林·麦克鲁门和贝斯·麦克鲁门知道怎么样才是好好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和别的朋友吵架了、闹矛盾了，
听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你们是不是学会了如何原谅别人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欢迎你们明天再来哟，再见。